细说黎巴嫩，从东方瑞士到恐怖主义温床。第3章，引狼入室与国家撕裂。1964年，为黎巴嫩带来黄金时代的谢哈布总统任期届满，全国上下各路政客都在请求他修改宪法，继续带领国家。有趣的是，在他之前那些不得民望的总统，每个都想赖在位子上不走。但他断然拒绝了，并留下一句名言：宪法不是政治人物的玩具。谢哈布潇洒地转身下台，留给接班人一个经济繁荣、基础建设完善的东方瑞士。但他万万没想到，他苦心维持的脆弱平衡，会在他走后被一群短视尽力的政客亲手推向毁灭的深渊。还记得第1章里建国初期的那份国家宪章，把权力用6:5的比例死死绑在基督徒和穆斯林身上。但在这几10年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什叶派穆斯林人口正以惊人的速度暴增。那个6:5的比例早就成了脱离现实的空壳。这些占了全国最大比例的什叶派底层民众，依然只能分到最少的政治权利。一种名为相对剥夺感的怒火正在黎巴嫩的地下疯狂蔓延，只要随便一颗火星就能引爆整个国家。而黎巴嫩政府不仅没有灭火，还把引爆内战的炸药给放了进来。1970年，约旦国王因为受不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 PLO 在自己国内进行暗杀和武装颠覆，派出军队把阿拉法特和他的部队全部赶了出去。那么这些被赶走的 PLO 去哪了呢？他们看上了旁边体制脆弱的黎巴嫩。谢哈布的接班人扛不住国内穆斯林与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犯下了黎巴嫩历史上最致命的错误。他们签署了开罗协议，正式允许 PLO 带驻武装进入黎巴嫩南部，甚至允许他们从黎巴嫩领土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这等于是直接把国家的主权双手奉送给了一个外来武装团体。黎巴嫩正是引狼入室。外来武装势力大举介入，黎巴嫩内部的政客却还在打着自己的算盘。当时黎巴嫩的左派领袖卡麦勒·琼布拉特早就想推翻那套由右派基督徒垄断的政治体制。他看着手里有枪、有钱、有实战经验的 PLO， 决定与阿拉法特结盟，企图把 PLO 当作自己的武装筹码来夺权。历史无数次证明，那些妄想利用境外武装势力的政客，最终都会被失控的暴力反噬。琼布拉特不仅引发了撕裂国家的内战，他自己后来也遭到暗杀，死于非命。看着 PLO 在自己国家的街头拿着 AK-47横行霸道，统治阶层的右翼基督徒彻底恐慌了。皮埃尔·杰马耶勒领导的基督徒武装长枪党决定自己拿起武器保卫家园。1975年，一辆载满巴勒斯坦人的巴士遭到基督徒民兵扫射，彻底点燃了火药桶。黎巴嫩全面陷入血腥内战，曾经中东最富裕的避风港，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战火带来的代价是毁灭性的。在这场长达15年的内战中，
估计有超过15万黎巴嫩人不幸丧生。在当时全国不过300万的人口中，竟有高达100万人沦为难民，被迫逃离家乡。谢哈布时代缔造的经济奇迹在炮火中灰飞烟灭，国家财富大幅缩水，曾经坚挺的黎巴嫩镑更暴跌成废纸。各路民兵、黑帮与外国势力在贝鲁特的街头疯狂厮杀，而最终承受这一切苦难的，全是无辜的黎巴嫩平民。然而，当我们回头检视为什么黎巴嫩政府当初要签下丧权辱国的开罗协议，其实底层穆斯林群体的民意也成了致命的推手。对于当时被压抑已久的底层穆斯林来说，他们在天龙国的体制下被当成二等公民太久了。因此，当全副武装的 PLO 进入黎巴嫩时，他们看到的并非引狼入室的危机，而是一支天降的强大友军。他们天真的以为可以利用 PLO 的武装力量来制衡右翼基督徒的霸权，甚至借此逼迫统治阶层废除那套极度不公平的6:5权力分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短视的逻辑让国内的穆斯林心甘情愿地成了 PLO 的政治保护伞，而历史的代价最终全数反噬到了他们自己身上。这场错综复杂的血战很快就演变成冷战与中东强权的代理人战争。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暗中激援 PLO 与左派势力，处于劣势的右翼基督徒为了求生，转向寻求以色列的秘密武装支援。就连邻国叙利亚也以维和之名派军常驻，企图趁机控制黎巴嫩。在这场大混战中， PLO 将黎巴嫩南部变成了攻击以色列的国中之国，不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与发动越境袭击。面对长期的边境威胁，以色列一直在等待出师有名的机会。1982年，以色列以其驻英大使在伦敦遭到暗杀围岛火线，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1982年黎巴嫩战争。以色列装甲部队大举越过边境，一路推进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重创了 PLO 的武装力量，逼迫阿拉法特流亡海外。基督徒以为他们靠着以色列的力量，终于赶走了 PLO 这个外来威胁，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他们错了， PLO 是走了，但黎巴嫩南部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在这片被战火摧残、充满住无数愤怒什叶派难民的废墟中，让远在德黑兰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地缘政治突破口。他悄悄派出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入黎巴嫩南部。就在这片血海之中，一个组织更为严密、形势更为极端，且将彻底改变黎巴嫩未来40年地缘格局的激进武装组织即将诞生。